这个兔啊。其实这个青马大桥的话呢，它分成两部分啊，一个是骑水门径部分来的，另外一部分的话呢，就是青马大桥的主干道来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98年的时候，当时这个修建的时候呢，也很特别的。大家知道吗？这个上面是车道来的，但是在下面呢就是轨道，轨道就是什么呢？就是香港的地铁。老一辈的旅游专家啊，一定对香港不陌生啊。从启德机场开启之后呢，改建，当时启德机场创下了全世界最惊险的机场。为什么？它盖在市区啊。后来呢，搞了这个赤辣角机场，但是呢，赤辣角机场风光的填海造地，盖了这个举世闻名的机场。但是呢，赤辣角机场连续多年赢得了世界第一的荣誉，却也慢慢的退下来了，输给了新加坡的机场。为何？是因为它的机场把它改成了跟什么商场太相像了。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3个家族呢，垄断的整个的货柜码头来的。哪3个家族呢？大家可能在就是电视新闻有过相关的了解和印象。包玉刚、董建华和李嘉诚家族，他们呢所有的垄断的整个。每一个国家，它呢都会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啊。我们刚刚在车上听到了在讲李嘉诚啊，当然了哈，除了李嘉诚之外，还有一个呢比李嘉诚还神的人，他就是辛生啊。这个代表性的人事物、小事或文化特色，泰国我们想到了大象，想到了四面佛；香港我们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了黄大仙。不对，到香港不到黄大仙参拜一下，好像有点对不起自己，对不对啊？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黄大仙一定要来。从进入黄大仙，你知道吗？它的香铺呢，哇，这个香港人最讲究的风水、最讲究的感觉，那是一样的。进来这里面啊，我们呢可以感受到刚刚门口的那一只铜的龙，对不对啊？擦得倍儿亮啊！慢慢走上去啊，就可以看得到12生肖。然后呢，黄大仙的这个庙宇啊，有没有这12生肖的人呢？那旁边整个都是高楼大厦围绕了起来。这12生肖搞的呢，哇，好像那个如来神掌里面的漫画风一样啊！在这边写的清清楚楚啊。每一个人点高级香，如果你买的是整包香，你可以取9支香出来，其余的呢就捐给了黄大仙庙，留在这边的香柜。如果你没有买香，你也可以从这个公共的放香的地方拿9支香出来啊，添点香油钱就可以了啊。点完香之后，就是用平安袋包住香尾巴哦，给包在那个香里撒在那个所在哈。没有平安袋的，就直接拿着香的尾就好了哈。这些这个红包袋啊，那香头朝上啊，然后开始呢就可以拜了啊。参拜的大殿平台，也就是供奉黄大仙的位置啊。那香港人的拜拜先香是也较悬的啊，一般来讲的是呢，把黄大仙讲家己的姓名、生肖、住宿，对黄大仙诉说的愿望。拜拜料呢，这个地方的香炉插上3支清香哦，然后呢，后面还有关圣帝君呐、菩萨啊、丁丁啊、吕布啦，然后在这里面呢，还可以看得到弥勒佛的皆大欢喜啊。那很多人就会来到这里来看看黄大仙的参拜啊。黄大仙这里还有月老也可以拜，听说黄大仙的签很灵啊。那你有没有发现他求签的方式呢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呢，来到这边呢，介绍完黄大仙，我们就知道啊，来黄大仙那个求签呢，他是拿一个小的筒子这样敲的呢，这个签筒呢就会自己掉一支签出来啊。这也就是有求必应的灵验签支
黄大仙庙啊。道教的神仙，他叫做黄初平，西元328年到386年之间，在中国的浙江金华市出生了。黄大仙显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应行行善，成为了当时的道理的首要目的啊。所以呢，劝善是他最主要的重点之一。据说黄大仙奉玉帝的旨意啊，承凡布教，在广东这边伏击活动当中呢显灵的当机治道生事劝人向善，而引来了很多的信众，赤松黄大仙之名，因此而得名。所以很多人说黄大仙十分灵验，加上当时广东的疾病蔓延，求医问方的善信就越来越多。黄大仙降鸡同用的那种灵签、药签，一直沿用到现在，在香港十分普及。今日九龙有黄大仙区、黄大仙祠，黄大仙最主要拜的就是这个啦，按你了解啦德高现在我们又从这个黄大仙庙呢，慢慢的呢往这个市中心走，去到了这个中环从九龙到中环，香港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落后感不管是在英国殖民时期，还是在回归了中国，97回归了中国之后，香港的进步，香港的建设，在我们眼里看来呢，一直都是往前走的，往前行的从来没有退下来过。来，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哪里呢？来到了九龙地区咯前面就可以看得到它这个九龙地区的会展中心咯。它的会展中心还有天文台斜对面，也就是我说它红了20-30年应该不为过啦。全香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半岛酒店。这个半岛酒店呢，不管是任何电影的场景、取景的香港各方面，它都是一等一非常有名的地方香港半岛酒店而香港半岛酒店对面，也就是世界3大夜景之一的维多利亚港，夜景也就在维多利亚港看。那我们这一趟是从香港搭邮轮，所以我们是早上就来到这边了。看完了半岛酒店，我们走到对面的维多利亚港的星光大道维多利亚港是最受游客们跟香港本地人欢迎的游览地，在夜晚不能错过的幻彩咏香江，这个大型的灯光汇演已经被纳入了金氏世界纪录，是世界上最大的灯光跟音乐汇演。目前在维多利亚港两岸已经有超过了40栋高楼大厦参与了这一项的演出。在每天晚上的8点，音乐一响起，雷射光打到天际之下，虽然人工，但是却非常的震撼。就算今天我们不是在夜晚来到这个地方，在早上来，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的美丽坐落于尖沙咀的广东道，占地13万尺，原址呢是1880年代一直到1996年之间香港的水警总部，建筑呢以维多利亚式的设计为主。为何？因为当时是英国殖民所以充满了殖民地的色彩。其中前水警总部前面的主楼更被香港评定为什么法定的古迹非常具有历史的价值。在1881经过了修复之后呢，现在呢外壳是旧的水警总部，经过整修的，而内部则是汇集了各式各样的商场名店等于是什么旧瓶新酒的意思香港充满了自然跟现代。话说很多人说香港
香港人甘愿做英国的奴才啊。等到了中国大陆进来统治他之后呢，好像统领不了他。中国的官方媒体就说香港人当惯了英国的奴才。其实1997年7月1号的香港回归了中国之后，也正式的把当时横行海上18世纪以后的大英帝国终结的标志。虽然英国当时殖民香港或殖民世界各地是以自身的利益为优先的考量，也为殖民地留下了更好的基础。帝国与非正式帝国之间的扩张，但不能否认的是什么？英国截取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料，提供了便捷的便利啊。纵使是殖民地，他的做法也超过了当时中国人在治理自己的国家，他的城市规划各方面啊，所以毫无疑问的啊，香港人本身还是怀念着英国主子啊。那当然呢，任何一个政策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所以现在的香港进入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时代的氛围啊。殖民地时代，英国派来的港督拥有近乎独裁管理香港的权利，在中国实施的基本法之下，特首的权利跟以往的英籍港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英国政府放手让本地的公务人员按照英国人本身严谨、论才不论背景的制度来升迁到司长到局长，只保留最后关键的职位，如保安局的局长啦、律政司的司长，还是由英国人来担纲，一直到回归前夕都是英国人。回归之后，中国最主要的官员实质任命权呢，开始做出了不一样啊。那港人眼中是局长的主要官员得到了中央政府100%认可。换句话说，假如港督治下的一名主要的官员力有不逮或是惹起民怨，英国政府只能提点港督，你要处理这个人。但现在的香港换了一个特首，政治方式也就不一样了。中央政府在这类事实上有实质的责任做最终的决定啊。所以，不同的政治体系、不同的政治背景、不同的人种，是不是管理一个国家就完全不同啊？你真要说它好，还是真要说它不好？英国一样有贪腐腐败啊，对吧？但是不能否认的，英国在治理一个城市，在治理一个国家，它的严谨度不会打马虎眼的政策，总是呢还是能够让城市的蓝图画得比较清楚。而中国人在治理城市上面呢，有先天上的弱点但中国现在才有的唯一一个为人诟病，但也是执行力比较强的，就是它是共产主义嘛。所以有时候呢，它可以强制执行啊。来，这就是香港目前的命运啊。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世界最长户外的自动手扶梯，在中环。这是你很难得看到的，世界上也很难得看到的，这个叫做半山自动扶手电梯，全长超过了800米，垂直的差距呢有135米，由18条自动扶手梯跟3条的自动行人道所组成的。当时新建这个地方呢，是为什么？因为当时半山地区啦，狭窄道路啊，山坡地嘛，丘陵地形，那日益繁忙啊，所以那个时候呢，香港政府呢，为了新建中环至半山的自动扶手梯的计划，怎么样？你可以把山下的人疏通啊，让他不要集中在中环这个商办大楼这边，能够把人潮慢慢的往半山腰推上去，吸引了半山居民步行往来中环的商业区就不用怎么样舒缓交通嘛就不用什么，你就不用开车了，所以呢，就让人呢上山的时候可以坐手扶梯，下山的时候用走的来减缓这种方式啊，很棒你看看，他每一年需要花费50万港元的电费，但是呢，它重点在于是什么？第一个你如果从山上每天要走，从山上走下来还好啦，那走上去呢，拜托给他扔卡一样这包含这个晒太阳，所以他干脆用这个手扶梯的方式呢，来去解决交通的问题但他们正式完工之后呢，除了超乎预算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人们还是不会放弃开车的习惯啊。所以呢，当时完成了之后呢，没有马上的就在整个香港变成了运作的非常棒。但是呢，慢慢的随着人越来越多，香港越来越变成了拥挤，这一条的半山手扶梯呢，你的慢慢的开始有名啊。那慢慢的呢，也受到人们的重视啊。所以1990年代开始以来呢，中环商业区以及旁边的人流呢，慢慢的就能够轻易的引导到山势比较高的地区，因而推动了它这里叫做合理活道以南的再发展。为什么？所以我把这个城市跟半山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使得半山之间的什么？它这个房价，它这个地理位置，就被带动了啊。所以你想想看你要如何想方法让人去摒除掉一些习惯，进而可以达到你的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就像比如说我们盖的大众捷运，为什么希望大家不要开车，对不对？都可以坐大众捷运。但是如果你在大众捷运，你怎么样？你一直盖都没有人坐，那你应该想办法让人们来坐嘛，对不对？或者是呢，你应该想办法，比如说呢，有的大众捷运它把你冷气关掉，它为了节能。那你已经没有人要做了，你又把冷气关掉，打个瓦嘎贝戏，那个根本连做都不想做嘛。很多人说节能不，你可以在公共区域让人们感受到舒适，人们就会愿意放弃他自己原有的方便模式，去从事你公共的大众运输的工具了，或是在你的大庭广众之下，对不对？你把一般什么电价无微调高，那人们呢就不会自驾车，油价高嘛，电价高。那他愿意在公共区域活动，愿意搭乘大众交通运输。香港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他为了疏通人潮，近乎开启啊，给你这电动手扶不？你看，大家都低头看手机边行咯啊，所以你每天要上坡是很轻松的啦啊，下山的时候呢更轻松啦，慢慢走下来还可以运动哦，对不对啊？这个是建设的非常的棒。我们现在在中环地区，然后现在呢下来之后呢，我们马上体会到了叮叮车，我们准备坐叮叮车游览整个香港的中环旧区。叮叮车也是香港最著名、最具吸引力的一种东西。虽然世界各国很多的地方都还保有叮叮车，但我觉得离我们台湾最近、最有感觉、最亲切的，也就是香港的叮叮车。看它看来看还是要坐上来，没冷气啊，那呢很传统啊。重点是呢，它带有一种叫做怀旧，它也吸引了观光客，一定非来做不可。你想想看以前当你坐公车有没有我小时候我记得要坐公车的时候呢，你要下车，你要去拉那个有没有那个扶手手吊环那边有一个拉的滴你就可以下车了。你想想看，如果现在台湾的政府还留下了以前那种一台车子，变成了观光用车，是不是很棒？历史不是把它全部都毁灭掉就好的，嘛不是讲旧的物件、老的物件都不好啊，也不要看中老年人好像没有用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很多的经验、很多的知识、很多的传承，都是靠先人们的努力一砖一瓦的打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不要去毁掉前人的努力，老是呢去说别人的不对没有他们哪有现在的你？总使过去是错的，但是将来别错就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从香港当中你可以看得到，它被英国殖民过，它留下了很多殖民色彩在这一块弹丸之地，包含了像叮叮车这种东西但是呢，你说棒不棒？我觉得它很棒啊。你说好不好？我觉得它很好啊。留下来虽然没冷气，坐起来很热，但你知道吗？观光客的爱之味的，这就是历史啊。而且这个历史留下来大家坐伫顶悬，佫会使感受到迄个年代、迄个时阵留下来的感觉。庶民文化就从这里开始。目前香港留下了6条路线而很多的部分是重复的啦这6条路线都可以搭乘叮叮车，这些叮叮车呢也漆上了新的颜色，但只有7颜色你会发现呢，他们并没有把什么各式各样乌微博的大大小小一台车子搞得呢很脏乱他把它重新漆上颜色，还是有它那个感觉跟氛围存在那叮叮车怎么搭？很简单上车投票就好了。8达东卡就跟我们的那个
捷运卡也是一样的哈，做方便的哦，也不贵哈，没冷气啦哈，最主要是没冷气，但是呢有 feel 啊，有那个感觉啊，就是历史的感觉啊，中环搭叮叮车。真的啊，来到香港可以看得到中国人统领的香港跟英国人统领的殖民的香港有何不同哦？英国对于建筑、对于城市规划真的很有一套，而中国在这一块区域呢，可能是后期的经济发展的比较大嘛，所以它几乎都是新颖的建设，你不太容易看得到它在城市规划的那种令人称赞的地方啊。真的民族性不同，规划出来的就是不一样。香港电车是香港的一大特色，到香港有机会来体验一下。电车出发之前呢，驾驶会敲一声铃铛啊，叮一声，因此呢，我们又把它俗称叫叮叮车。1904年，它投入了香港的服务，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交通工具之一，也是香港岛的地标，所有外国观光客著名要打卡的地标景点之一哦。地下人稠的香港，土地呢被充分的利用，高楼大厦的林立，很难想象在中环这个热闹的街区能够保有这一条怀旧的小巷道。就算此行以吃吃喝喝为主要的目的，包括坐邮轮，深具历史意义的古老街道也是很适合来石板街散步，感受一下老香港的味道啊。那这一条街呢叫做什么 ？Boarding Gay 哦，这个是它的香港话哈，也就是英文发音过来的哦。在西元1858年开始了这一条香港的石板街之旅啊。那这一条香港的石板街呢，非常的有名啊。那它也是电影《朝圣》的地区，中环石板路，时尚、繁华、国际交融的香港市区当中，有一处如果可以见证香港早期历史与人文怀念的老街，就在这里啊。
这条街路也脚头呢，你看呢交错着，这是为什么？还有旁边的那个排水道，当时为了让这里的排水设备呢非常的良好，就建成了这个样子，让你的这个水呢能够顺便的照着这个街道呢而遗留了下来往下流，所以呢就留下了这一段道路在这边。道路两旁在接近皇后大道中的这个路口处呢，你可以看得到什么？看得到很多的摊贩就在这个地方卖的就是我爱香港一些香港的欧米亚给当家行得来就是中环上盖有名的皇后大道东。之后呢，我们再往另外一个景点走，这个地方呢叫做太平山，海拔373公尺的太平山顶，上来这上面呢，你就像是乘坐的飞机横越维多利亚港的上空。如果30年前你到香港的时候呢，你一定是抵达了启德机场。当时的启德机场被评为全世界最危险的机场之一，因为机场盖在市中心你会飞过很多的高楼大厦。而现在机场已经迁走了，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你要看高山上往下的夜景，就来太平山顶吧。乘坐飞机飞越维多利亚港的上空的时候，超过300万居民的香港市区呢，维护了两岸的九龙半岛跟香港岛的北岸，它就会在你眼前。而上来太平山你也看得到，你不一定要对飞机看，一栋栋的摩天大楼就从太平山看下去，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这里是太平山。登太平山顶呢，你运气也要够好，不然呢，有时候下雨或者是呢雾比较大的时候，你就看不到香港这等美丽的景色。太平山缆车超过100年的历史，1888年通车启用它。它虽然命名为缆车，但是它并非想象中那一种高挂在空中的缆车。相对的，山顶缆车的缆绳是属于拉上去的所以这一个从中环直达375公尺高的山顶，这个缆车只要8分钟，全长1.4公里。这个地方以前是河雅朗里短。英国人来到这个他殖民的地方之后呢，为了不想跟平民百姓住在山下，山上的空气好，夏天又可以避暑，他就干脆设置了4座中途站，然后呢盖了一条缆车。以前他们上山的时候东西更起来，现在呢他们就坐了这个缆车往山上走。太平山山顶的缆车至今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了。然后呢，它是拉动轨道上的车厢，理论上呢是一种轨道运输系统，它的动力来源为缆绳。目前山顶缆车有2组双节车厢在线运行，犹如登山火车一般。位于太平山的缆车，台湾人都把它叫太平山缆车，不过呢，香港人都叫它叫做山顶缆车。它的官网的中英文名字也叫做山顶缆车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台湾自己命了一个名字呢，很讨厌你在台湾听有尔，其他到世界各国还是到人本国，还是到其他东南亚的国家，人家就不这么叫它叫起来就很讨厌游客永远都挤爆了这个山顶缆车，从来没有因为香港的回归、中国大陆的统领，使得香港的观光退掉过。香港的观光无论在任何一个朝代，永远都是站在顶尖的位置。现在的这个看到的车厢是第5代车厢，双节运行，每一趟次可以容纳120人，列车全车为红色的涂装。它做得很棒的一个是，第一个，你可以发现香港的落成率没有来得那么大。第二个，上半部大面积的车窗，屋顶上面还有天窗。香港跟我们一样都很热，但是呢，它巧妙地运用了这种隔热窗，淡绿色的隔热玻璃，让所有人能够感受到历史的轨道，也能够上来看到缆车周围的这一种景色上来上面原则上我们在外要做好
那个国民外交啊，什么意思啊？上车的时候呢，我们永远要记得，围让新港贼哦，港贼好吗？有时候不要啊，那个位置可以坐3-4个人，我们先坐在最外面一个啊，不在这里比。一般很少人这么做的哈，你不管是坐长桌、长椅子多好哈，我们都会先往里面把人家坐满啊，那最外面呢给最后来到的人坐，这样子是比较有礼貌的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国外哈，发挥一下哈，我们台湾的国际礼仪啊，红打开跨麦，你看有多邪呀，对不对？这个亮丽的列车服役了23年，1989年就在线上运行啊，那你就知道了，缆车公司对于车辆的保养有赞没？我都讲过嘛，没退流行过啊，观光从来没有退流行过。这里的观光，香港的观光，永远在亚洲都是数1数2的。纵观世界上东南亚的国家，包含了连中国大陆，你何时看过他们的观光退步的？你何时看过政党轮替之后观光退步的？所以这是引以为借鉴啊。台湾更是如此哈，换了个政党，有时候常常呢。很多的东西都换掉了。其实对于老百姓的东西呢，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来执政，其实都应该为了人民的生计、人民的经济而继续努力的推展下去。像那民众要过目肚啊，对不对？发展家己本国的观光啊，会使让世界各国的人来看你这个国家，哇，我觉得你这个国家好棒，好有特色啊，是不是呢？所以我才说不管是谁去领导了一个国家，我们都必须要告诉执政者很清楚的，就是呢，必须发展台湾自己在地文化的观光不要换了一个政党，然后自己国家的东西呢就开始变了，这不是很适合反正毕竟损失的都是老百姓嘛，对不对不管它是蓝的也好，管它是绿的也好，管它是什么颜色的也好，不应该分颜色。在台湾只有一种。为人民而做，这才是最上道的政府。所以我常讲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行政有没有做事情，你看看他对这个国家城市的建设，对他城市国家道路的建设、市容的美化、它的发展、它的推动，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是不是有在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事情。香港的观光一直以来都是对外国人所开放的，无论任何一件事物，它都是以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像那，因为你要吸引外国的人来嘛，你哪有可能用本国的眼光去看？你嘛爱用外国的人的眼光去看，外国人该你对一点用哪一个投射点下去，我们去制造外国人看得懂的宣传影片嘛那你才有意义嘛，对不对你用本国人的眼光，他哪看得懂啊？是不是呢？就像你到了欧美国家，你跟介绍说台湾最有名的臭豆腐，他哪敢吃是不是但是你介绍冰，这个人家就会很棒，很喜欢，是不是呢？台湾拥有我觉得不输香港的发展观光的潜力哦。我们现在坐着我们的小巴士，就在香港的市区里面呢，川流着我就说过了，这个永远经济发达的弹丸之地，真是在某个程度来讲还是令人称羡。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经济永远没有退下来，有起有落了但再怎么起跟落它还是在亚洲的经济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就是最棒的为什么经济不好就严重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再回到了慢慢的已经夜色低垂这个应该是我们婉婷从他的这个卧室还是从哪个地方拍下来，因为他也没特别讲而拍摄出来的整个香港进入了夜幕低垂的时候，香港又是另外一番景色那当然我觉得香港这几年来空气的品质也没有像以前来的那么好了啦。这个很多原因因为我也不是香港人，我也不知道但是这几年我到了香港之后，我有发现空气品质的确也没有像以前来的那么好了。但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香港的夜色依旧是这么的迷人。我10几岁就来过的香港，经过了20几年，它的车水马龙，它的人潮，它的夜景，它的城市发展，真的我没有看它退下来过。香港近年来虽然已经变成自由行的重点之一，已经没有观光旅游团体，这是我每次介绍香港都会讲的，但是香港还是拥有非常迷人的地方
香港人喜欢喝茶，港式的点心随便一家都好吃的不得了。我们常常在讲饮茶啊，不是啊，其实呢它是广东话饮茶啊，只是我们把它呢变成了广东台湾话啊，叫做什么饮茶啊，叫做饮茶啊，早茶、午茶都有啊。港式点心哇，肠粉啦，这些烧麦啦，哇，真棒！来个粥啊，来个小油条啦，吃香港的港式早餐，很棒哦。